接下來關心 G7 喊去中化關鍵的礦產，他們說要靠自己來做這個礦產生產礦產哦。但是現在美國其實 G7 當中，美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這個空軍戰力了。F-35、F-22的戰力正在崩盤，而且最新的統計，每4架戰機 F-35只剩1架真的能飛上戰場做打仗。那麼空優神話是不是被稀土卡脖子給反噬了呢？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您認為這個稀土確實是打破了美國的空優神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並沒有，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好 ，G7 這一次有一個共同的共識，也就是針對於中國大陸的稀土，他們認為說接下來不能再靠中國了，我們要靠自己。於是呢，最新的共識就是說，他們要聯手一起呢，在這場G7 的會議中说要去中化關鍵礦產供應鏈，而且定出了實際的目標，5年之內對於中國的稀土依賴要降到60%以下，並且要朝着50%的目標繼續的邁進。G7 的這些領袖們，他們還達成了另外一個共識，就是說，接下來呢，我們要一起協調做一個平台，把成員國的力量全部納入。接下來我們要一起做，不管是這個回收的利用，或者是一起推進在新的礦山上面來做開發、開採，都要一起來努力。好，這個共識是達成了，但是真的要做，需要非常長久的時間。尤其現在美國的軍工產業真的是非常的緊張，來看到這個缺乏的稀土對於它的戰機的戰力，還有它的生產到底有多大的影響？這是美國自己說的。美國政府的問責局 GAO 發布了最新報告，他說呢 ，F-35呢戰機2025年妥善率只有25%，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每4架 F-35的戰機裡面只有1架是能夠正常的出任務的，這是來自於 GAO 最新的報告說的。這個數字創下2021年連續第5年的下滑了。那真正卡死的這個報告也提到了是說，不是說因為這些零件常常故障，而是呢他們一直在等零件等不到啊，而等不到的零件包括了他們特別提到了2個，一個是座艙蓋，另外一個是發動機。他們說呢一直都長期缺乏，而關鍵的因素之一就是受到中國大陸稀土卡脖子，成為他們缺乏這個零件的關鍵原因。再來就是呢，中國大陸卡住稀土，還對於美國 F-35隱形戰機還有戰斧巡弋飛彈所需要的這個磁鐵來源，也就是拿不到了，所以他們怎麼辦呢？他們就是找這個數十年前在法國一個破產工廠所遺棄的山廢料來做使用，竟然是用這種廢棄工廠盟友的廢棄工廠的山哦。那最後我們也來看到了呢，五角大廈一直想要升級它的 F-35，那使用的計劃就是用這個氮化鎵的雷達來做升級，但是同樣的，這個中國大陸還是卡住了這個稀土，尤其是鎵的出口，讓它的這個計劃5年一直遲的卡關，一直升級不了。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關心到，剛剛說了嘛，美國最先進的巡弋飛彈，還有呢它的逆中戰機，都必須要靠盟友的這個廢棄的稀土廠來維持生產，甚至說 F-35有4架，只有3架沒有辦法如期生產，恐怕都跟稀土有關係，代表中國大陸已經可以精準的掐住美軍高端武器生產嗎？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是啊，因為我們都知道之前早就傳出來啊，美國的 F-35戰機雖然號稱先進，但是它的這個使用率只有50%，那時候是只有50%。這是在今年的前半年的時候，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也就是2024年他們的調查發現，美國的 F-35戰機，你買了100架，結果你事實上能使用的只有50架。也就是說，隨時能夠接到任務就起飛的50架是起飛不了的。那當時就在追究這個原因到底在哪裡？因為 F-18戰機可以高達80%，78%到80%，甚至最好的機場還可以到85%，而 F-35戰機最好的就是50%而已。原因在哪裡？第一個，他們發現它的設計太複雜，所以維修非常困難，這是第一個，所以維修的時間很長。第二個，它所需要的這個料件太多了，太複雜了，而且獲得不容易。還有第3個部分就是太昂貴了，所以當時就已經發現說這款戰機事實上是有問題的，開用率就50%，現在竟然降到25%。那很明顯的就是跟稀土有關的這些關鍵零組件，它美國生產不了，供應不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這是已經製造出來的戰機，它因為缺零料件，然後這關鍵的零料件跟稀土有關，而它的使用率只剩下5%。這個對於美國來講，在中東地區或者在任何一個地方，他說我有 F-35戰機100架啊，在日本，結果你只要算說它的戰力只剩25架，對，那這個是很嚴重的事啊。是，這是已經生產製造出來的戰機哦。第二個就是去年已經傳出來了，啊，也就是美國的 F-35戰機正在建構，它沒有辦法交付，甚至交給美國的軍方使用的時候，它的雷達事實上是用相同重量的鉛塊來代替。我想我們在這個節目中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原因在哪裡？它的雷達所需要的氮化鎵沒有啊，所以它造不出這個雷達來，那怎麼辦？只好用相同重量的鉛塊來代替它的雷達，放在雷達那个雷達上面，然後來讓它的戰機也能夠先至少波音的機身能夠起飛，發動機能起飛。那這個是新造的戰機啊，都出現這2種問題，已造的出問題了，新造的也出問題了。那你說美國人怎麼辦？吹牛很會啦，說當初哎呦我們不怕，我們可以找這個廢棄的啊舊有的戰品拆下來使用，結果現在面臨的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啊出現現在的根本造不出來的問題。那你怎麼交機？而且買這個戰機的國家，他內心裡面忐忑不安了。為什麼？因為我買你的戰機，結果你的堪用率就25%，那我已經花了天價去買了50架，結果我能使用的就10幾架，那還得了啊？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它有沒有辦法解決？沒有，因為這個 G7 說5年後，對啊，這是第一個5年後哦，觀眾朋友。第二個，到目前為止還談不攏，原因在哪裡？中油還談不攏，定價權談不攏。哦，啊，因為你要怎麼定價？那美國人說我來定價，那法國人說憑什麼你來定價？德國人說憑什麼你定價？美國人說我是老大，說我來定價。那這是第一個部分哦。第二個部分就是，那你要說好了，那你美國你要領導，你定價，那你有沒有中油？也就是採礦可以了，但是提煉呢，還有精煉呢？他說沒有這個能力。那沒有能力，你憑什麼定價？所以這個部分還在吵架。觀眾朋友，等他們吵完了再說吧。5年內能達成，天知道。好，這個是 G7 定下的目標哦，說這個5年之內他們要自己希望能夠來生產這個稀土哦，自主化，然後降低對於中國大陸的依賴。那中國大陸現在卡關的是稀土，還有這個氧化鎵。剛剛我們都看到了對於美國戰力還有這個軍事武器上面的衝擊。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利用這個氧化鎵來去升級它的這個雷達，用在這個戰機上面。現在要來看到的是最新的一個技術，它全面在中國大陸的戰機導入的是第3代氧化鎵雷達。好，使用的主力戰機包括了有殲20啊、殲35等等，可以做到的是更遠的探測距離、更強的干擾能力，並且現在來自於媒體報道傳出是可以領先美國的 F-22戰機。達到這個雷達達到2代的。那解放軍另外還有使用的就是它的這個先進米波跟它的反逆蹤預警雷達，可以用在包括了 JY-27V 呀等等的戰機上面。那麼現在也說呢，能夠在遠距離就偵獲 F-22等隱形戰機，真的做得到嗎？酈將軍怎麼看？米波雷達確實是可以抓到隱身式的戰機。為什麼米波雷達可以抓得到呢？因為這個米波，我們米是什麼？就是公尺嘛，哈。你知道這個波長到1公尺的話，那多大啊？那通常飛機上面能夠吸收雷達波的這種塗料，你不可能厚到1公尺這麼厚的塗料，大概只有0點幾公分的這種塗料。所以說，它只要是米波雷達就可以收得到。但是問題是說，米波雷達通常這個體積都很大，你很難把它縮小裝到飛機上面，哈，這是它困難的地方。但是裝在用地面上面來探測這個 F-22這戰機，是以現在的科技來講，是理論上面是絕對沒問題的。但是中國的強在什麼？是飛機上面雷達，它用的就是這個，現在用的是氮化鎵，它現在準備從氮化鎵發展到它下一代鐵化鎵，不氧化鎵這一代。那美國的 F-22跟 F-35現在飛機上的雷達還是什麼？還是第一代的上一代的砷化鎵。所以說，如果說中國的空軍
他們飛機上面裝配了新的氧化鎵的雷達的話，那當然跟美國的 F-22跟 F-35等等還在用砷化鎵，等於不只是隔一個世代，是隔了2個世代。那氧化鎵的雷達有什麼好處？第一個，它可以因為它有鐵電性的這種特性，所以它可以記憶一些這種數據鏈可以記憶下來，而且可以傳輸這個數據鏈給別的戰機哈。也就是說，我的雷達上面，我這架戰機上面，我雷達收到的讯號，我不但可以記憶，而且我可以處理，處理完以後我傳給下一架戰機，讓下一架戰機同樣也可以收到這個雷達任務，所以飛機可以前後高低等等配置來講的話，形成一個綿密的一個偵察網。那這個現在來講的話，這個氮化鎵已經是現在這一代所使用氮化鎵雷達有多厲害了。我跟各位講哈，去年武器空戰，這個解放軍的歼10戰機就是用氮化鎵雷達哈，就是 KJL 那款雷達。然後鎖定陣風戰機，就是巴基斯坦用這款雷達鎖定，因為我可以偵察的距離可以更遠哈，我可以鎖定的目標更多，而且我的角度更廣，我不只是這個前面這個方向，它可以300度的一個偵察範圍都可以鎖定得住。所以去年的武器空戰所用的雷達，就是那時候緊急的狀況之下，中國將這個氮化鎵 KJL 這款雷達裝在這個巴基斯坦的歼10西藏戰機上面，才可以發揮這麼強的戰力哦。這個是雷達跟作戰相關的關係。當然，如果說解放軍的空軍發展出下一代氧化鎵的話，哈，那就跟這個美軍的 F-35又精進了2代。那我覺得美國 F-35會出這個問題，當然問題很多啦。它的能夠執行作戰率只有25%，當然問題很多。但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它的零件啊，就是這個稀有的金屬零件供應不足。那現在 F-35我們知道，它這個是美國空軍也在使用，陸戰隊也是在使用，海軍也在使用。除此之外，還供應很多個國家。那但是你這麼多的國家，這麼多架飛機都要用，那試問一下，你獲得這些很少數的一些這個供應鏈之後，你要是優先去生產還是優先維修？我跟各位講哈，它不只是新鮮，它優先的不是生產，也不是維修，它優先在什麼？你知道？優先給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妥善出行率只有25%，可是以色列出行率很高哦。所以你看美國對以色列有多好，它可以讓自己的飛機掛一個鐵片就飛上去，然後或者是說這個維修的飛機妥善率降那麼低。可是從這個東西裡面哈，你就可以知道這些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哦，這個對以色列來講的話，他們認為可能以色列是面臨在做戰備的狀況之下哈。所以優先支援以色列，然後讓自己的妥善率降到這麼低。好，美國自己都自身難保了，還會想到以色列，對以色列真的非常的好哦。那我們也來看到說，這個 G7 他們喊話要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楊老師要怎麼看？我們講到這個 F-35啊，其實它在稀土跟這個稀有金屬分別2個層面，過去都有相當高的依賴，就是中國供應鏈。然後呢，因為要去風險化，結果呢就出現問題。舉例而言，在稀土層面，它在渦輪引擎的核心組件、控制系統以及還有許多的這個微型電腦，它都需要用到鋁鐵硼、永磁鐵，那這都是稀土的部分。曾經有一家美國很有名的公司叫做 Honeywell，它也是就是等於是國防工業的承包商之一，就發現到它有用到零件當中使用到中國的這個稀土的原料，結果把它給停掉。這個停掉它的時候，就也造成自己整個生產的停頓。那第二個，你講到我們剛剛提到的2個稀有金屬哈，6氟化鎢或者氧化銻，它會影響到什麼呢？影響到那些隱形塗料啊，或者是精密的導引飛彈雷達系統。那你這些，你如果缺乏這2個東西，你還能夠去維修，你還能夠去生產嗎？那現在 G7 講的當然不只是針對軍工產業或者 F-35而已，它是整個供應鏈。可是後來我看了一些資料哈，你知道中國到現在對於整個稀土的供應鏈投資多少？這個資料其實很難去做整理，大概至少將近有100億美元，甚至幾百億美元。而如果你把相關的這些產業配合的電動車啊等等之類，那是上千億美元的投資。而我們現在看到，G7 只想要花多少錢？在就是他沒有講花多少錢，他說2030年以前要
能夠降低到60%以下，現在是多少？90%。所以你能不能夠降低30%呢？我覺得他們其實基本上就是去尋找新的礦源。但我們剛才2位都講過，對，你新的開礦來不及嘛，緩不應急。然後呢，第二個就是去加強回收技術，可是那個成本很高，而且呢也有限。然後呢，你時間不等人，你做更多的投資。我看到日本的信越化學說要投資350億日元，結果呢，只能夠做到日本所需的1%。那你剩下的89%怎麼辦？是。所以事實上，在整個投資的比例上，在技術上，以及我們剛剛談過的你要去風險化的風險，其實都要考慮進去。可是要不要去做這些事情呢？G7跟日本看起來還是一個大的方向，他們要做，只是他們能夠忍受這種缺貨，忍受這種供應鏈的這種中斷，能夠忍受多久的問題。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